位好，本周季研版终于发布了 26.50.20 的預覽版本，這次主要是對秋季小更新的內容進行了一些優化。開頭不多說了，直接進入正片吧。首先，廢棄營地這次獲得了不少優化，現在廢棄營地中會生成位置、旋轉角度和顏色都正確的坐墊，並且會生成與其生物群系相匹配的變體，而不是在特定森林生物群系中生成通用的森林變體。此外，廢棄營地中的隱藏寶箱現在可以正常生成鑽石和藥水，不再會生成氧化銅鏈了。接下來是坐墊相關的更改，現在當玩家將十字準星對準已放置的坐墊時，可以將坐墊並排放置。當玩家所做的坐墊被熔岩摧毀時，玩家不再會被推入地下。收集到任何來自坐墊配方的原料，即可在配方書中解鎖該配方，還會顯示配方解鎖提示信息，並調整了坐墊的位置。坐墊的高度現在更加對齊像素格，同時也將坐墊的高度提高到了1文速，以及修復了之前沒有的實體翻譯，為楊樹樹葉補上了之前缺失的在跳躍和着陸時發出的聲音字幕文本。楊樹樹苗現在可以用於堆肥了，曾孔菇暴露在熔岩中也會正常燃燒。此外，正面放置的羊毛樓梯和羊毛台階現在也不再能夠傳導紅石信號，修正了楊木告示牌在編輯時的 UI 紋理，同時修正了幹草捆的紋理，現在幹草捆的紋理對稱了。楊樹原木的頂部紋理現在使用着正確的一組顏色，以上特性均與 Java 版保持一致。現在在斑駁森林中生成的狼會使用蒼白狼變種，紅灌木現在也可以含血，流浪商人現在還可以出售白楊木原木了，修復了挖掘麥稈床時的挖掘開裂覆蓋層會被拉伸的問題。之後是其他內容的更改，在輔助功能設置中，移除了使用設備設置啟用或禁用文本轉語音的選項。現在關閉屏幕扭曲效果時，屏幕四周會出現綠色的視覺效果，以同步 Java 版。末影人現在總會在被彈射物擊中之前嘗試瞬移。三叉戟、雞蛋和雪球也不再能擊中末影人，不過末影人坐在船上或者是礦車上則不會影響這個特性。在創建和編輯世界界面中新增了創作者世界時鐘功能的實驗性選項，目前具體功能還不知道，後面等大家自行看看吧。並且現在再次可以在遊戲設置選項卡中將遊戲客訴率設置為0。市場的願望清單現在也被替換成了 All UI 版本，但經過實測，目前內容還沒有完善好，後面需要進行優化。在 Beta 版中，個人資料的成就界面現在會顯示 Beta 而不是 Preview。此 bug 曾經我在2024年9月向漏洞追蹤器反饋過，現在也是在2年之後修復了這個問題，優化了社交界面。現在打開社交好友抽屜時，動畫更加流暢，也解決了之前卡頓的問題。在選擇世界界面中，移除了世界布局切換時圖標和世界卡片紋理的閃烁問題。此外，網格布局現在會根據屏幕尺寸在4個、3個和2個之間交替顯示，修復了鼠標滾輪輸入有時在部分 Windows 平台上無法識別的問題，也修復了疏於比重加粗的文字會超出頁邊的問題。再次更新了攜帶版 UI 下織布機、切石機、製圖台、村民和流浪商人界面的物品欄面板，使其與物品欄和工作台界面的標題樣式保持一致。這期視頻內容就這麼多了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如果各位喜歡，還是不要忘了點讚關注支持下。制作不易，下期再見。